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晚读书会我们要来谈赤子之心啊。什么是赤子之心呢？赤子之心就是佛心啊，就是清净的本性啊。赤子之心除了是佛心之外呢，还是母心，母亲的母啦，圣心，圣人的圣啊，童心，孩童的童啦，真心，真诚的真啊，这些都是赤子之心。见到众生受苦而心生不忍，这就是赤子之心啊。看到别人受难而心生恻隐，这也是赤子之心啊。关怀老弱妇孺，救济各种贫病，这也是赤子之心啊。其实出发心也算是赤子之心，因为出发心是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啊。也因此才说发心如初，成佛有余嘛。所以不止佛心是赤子心啊，发心也是赤子心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被称为文殊童子，把大菩萨称为童子哦，是因为他有赤子之心。那善财童子53参，因为他追求真理啊，心中清净无邪，所以人们也是以童子来称呼他嘛。其他还有什么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朱子、墨子等等，都是子啊，也都是赤子，所以也都变成对圣贤的美称啊。赤子也是对圣贤的美称啊。那佛门的师徒之间呢，老和尚替徒弟呢倒茶哦，或资深的志工替新进的志工服务，大家彼此以礼待之，互相尊重啊，这样子的行仪啊，也是叫做赤子之心啊。那幽默更是赤子之心的语言。没有幽默感的人啊，或不解风情的人啊，比较会不苟言笑而神情严肃。这样子的人呢，比较难有赤子之心啊。相反的，有赤子之心的人会比较有幽默感，比较容易菩萨游戏人间啊。笑话呢是一抹清香哦，能在严肃的空气中注入几分的生气。那幽默更是笑话的更深一层啊。没有内涵、不懂得推理或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不会懂得幽默的。那没有机智极致的人呢，更表现不出幽默。意思就是说，幽默的人呢，也比较会有机智跟极致啊。所以赤子之心也是要经过长期的熏陶跟潜移默化，才有可能启发得出来，跟启发我们的清净本性，跟启发佛心一样的意思嘛。所以赤子之心呢，几乎可以跟心宽念纯、跟返璞归真呢画上等号。可见赤子之心被视为佛心是很有道理的。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啊，行菩萨道要具备3个条件啊。第一，骆驼的耐力；第二，狮子的勇猛心；第3个就是赤子之心啊。可见这个耐力、精进跟赤子之心呢，对学佛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有赤子之心的人容易真情流露，他不会做作，不会城府，不会口是心非，不会装模作样，不会心机重重，做什么事都能以情以诚啊。这就是至情至性，也就是真性情啊，不容易哦。那有赤子之心的人，跟老人家可以打成一片，跟小孩子也可以打成一片，跟好人可以和睦相处，跟坏人也可以以礼待之。这个叫做君子如水，随方就远呐。虽然跟好人和睦相处，但是还是保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他不会人云亦云、盲从附和这个叫做和而不同啊。虽然对坏人或小人以礼待之啊，但还是会保持距离，懂得保持距离哦，分寸拿捏得很好，以策安全。这个叫做敬而远之啊。
所以随方救援跟和而不同跟敬而远之，这三个都是做人处事的圆融智慧，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常讲返老还童，意思是说本来应该是逐渐衰老的人却恢复了青春的健康或精神呢。人不是越老越年老力衰吗？这个是自然法则啊！怎么会把老态的面相呢变成了美丽又庄严呢？又可以把衰老的精神变回年轻又活泼呢？这个是不是违反大自然的法则啊？没有违反。返老还童这句话指的不是身体，而是心灵呢。身体肯定是越老越衰落嘛，老病死是自然的过程，没有人可以例外。但是心念跟态度可以越老越历久弥新越老越老而弥坚不过这个需要经过不断的修炼才有可能做得到了，否则呢，一般人是越老越顽固叫做老顽固越老越古板，叫做老古板那还有一种叫做什么？老不休，这个就麻烦一点了。什么叫做老不休这个修是修行的修就是年纪一大把了，却一点都没有修，这个叫做老不休。简单讲，老不休就是老了却没有长者风范了。一般人认为老不休是年纪一大把了还想泡妞，或年纪老了却不退位，造成年轻人没有升迁的机会。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解读不是这样子真正老不休的意思是什么？不管退休之后是继续工作，或退休之后完全不工作，只要还没有真正彻悟宇宙间的真理也没有在修身养性这样的人呢，都是标准的老不休。因此不论退休之前他是高官显要啦、富商巨贾啦、贩夫走卒，或者艺术家、作家、学者等等都好，只要他退休之后没有在修炼身心的，都叫做老而不休，也就是老不休。再严格说来即使有宗教信仰或已经入佛门了，或已经入善门了，如果沉溺于修行的假象之中也就是说虽有学佛，但却不正信，很迷信，还在跟鬼神扯不清，还在跟佛道分不清，这些都算是老不休的一份子了。听起来有点恐怖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位心理学家叫做王默先生，王默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在他一篇研究论文报告里面的指出退休之后呢，继续工作的人比退休之后完全不工作的人呢，在心脏病跟癌症的发生率上面呢，减少了20%因此他鼓励人在退休之后呢，要继续工作。像我们这些慈济志工退休之后呢，还继续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时间没有轻易浪费掉这就是退而不休了。也就是退休了而不休息，还在继续工作、继续运动，随时都要让身心处在良好的状态，这个叫做退而不休。至少要周休2日不是每周休息2天而是每周至少修炼2天。所以要老而有休，不要老而不休那有些人是年纪轻轻老样子叫做未老先衰了。有些人则是越活越年轻越老越庄严有些人则是年轻时放纵放逸，随心所欲，老的时候呢，只好付出代价，尝尽苦头甚至家道中衰造成越老越糊涂，越老越命苦。就像台湾话讲的，少年不晓想，假老都不假样。最近我们才处理一个个案一位台商20多年前呢去柬埔寨投资因为有赚了一些钱而每天跟一些朋友呢觥筹交错
日夜颠倒，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置台湾的家庭于不顾。20多年来呢，因为没有用心经营事业嘛，生活作息又不正常，常常折磨自己的身体，造成现在被自己的身体折磨，不但重病缠身，行动不便，工厂也倒闭啦。自己则被安置在当地一个老人院里面了。结果因为签证过期了，被当地的移民局要求离境，他只好求助于当地的慈济联络处啊。那志工们只能协助他的生活费用逾期居留的部分就帮不上忙啊。后来经过我们台湾驻外单位跟卫福部的这个跨国合作呢，把他送回来台湾呢，安置在一家老人院里面呢。当年是意气风发，风风光光赴海外投资晚年却落得晚景凄凉沦落异乡那妻子早就离开他了，唯一的女儿也拒绝接受这个父亲造成妻离子散想要倦鸟归巢，却有家归不得还好在台湾卫福部的安排下呢，有一家台湾的老人院收留了他于是呢，就由慈济帮他买机票身无分文的而且安排一位志工呢陪他回来台湾这就是浪子悲歌啦，也就是刚刚讲的少年不晓想，家老了不家样啦。相反的，有些人则是越老越有福气，不但越老越有赤子之心，也很有长者风范这种老菩萨在我们的修行团体里面比比皆是这就是老而有修了到老了反而还像孩童一样，越老越单纯，越天真无邪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返璞归真的道理嘛。返璞归真的意思是指什么？恢复到原始质朴清净本性的状态，是越活越清安自在，越心宽念纯而不是越活越执着，越活呢越复杂。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都是可以过得轻轻松松，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悠悠哉哉，快快乐乐。但为什么会容易变调呢？问题就出在我们的心很复杂，心不宽，念不诚，念不纯，起起伏伏，常常把单纯的事情呢搞得很复杂。所以上人把赤子之心呢放在学佛的3个必备条件里面呢，自有其深邃的道理迷失真心，当然就不会有赤子之心没有赤子之心，当然也是很难找回真心因为真心也就是赤子之心，2个是一体的，都是清净的佛性跟本性其实我们来学佛，也是想要找回清净的本性嘛这个要服侍我们蒙尘的明镜嘛，一样的意思嘛其实这个也不会很难方法也很简单，只要能学会知足就好办了。学会知足的话呢，烦恼就已经解决一半了。知足的人，即使是一件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能让他感觉很大的满足跟享受能有这样子的体悟，就是返璞归真了。指这个心念返璞归真，没有那么多烦恼了。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就是做不到相反的，因为不知足造成凡事都不容易满足，因为不满足而要苦苦追求越是追求呢，越有求不得之苦也因为事事不满意造成很会要求别人要求别人做到尽善尽美，但从不约束自己变成是一个常常勉强别人的女人，叫做女强人男人也一样的那这也就是烦恼的缘起之一其实返璞归真这个璞呢，是指一块藏在石头里面还没有经过雕琢的玉它代表的是天然跟真实所以最名贵的碧玉也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那为什么一块尚未雕琢的璞是一文不值，毫不起眼，
但是经过雕琢修饰变成玉之后呢，却是价值连城，人人喜爱呢。他们的本质不是一样吗？同理啊，钻石本身原来是碳啊，但为什么只是碳的本质，却可以卖得这么贵呢？在一般人的眼中，钻石是如此的金光闪耀、美丽又名贵，怎么看也无法想象它跟黑黑一团的碳是一样的元素啊，是同一种物质形成的啊。那同一种物质啊，产生出来的不同的物品，却可以有天壤之别的价格差别呢？那这种现象实在是扰乱了人心的跟思维啊！你说这是不是很奇妙呢？既然大家都知道钻石跟碧玉都要经过后天的加工雕琢而产生的，才有办法产生的。但是即使知道了它本来就是不值钱的碳啊，跟还没有经雕琢的石头而已啊，但还是丝毫不减它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还苦苦追求要拥有它。很多人是这样子啊，那多少人为它神魂颠倒，以拥有它为荣为乐？为什么呢？毫无疑问的，这个证明了过程中的雕琢、修饰跟包装的重要啊。我们现在吃的饼干，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饼干还不是一样，都是面粉加水而已啊。但是现在卖的饼干却一片一片精美包装，看起来好像很珍贵一样。以前我们小时候一买一桶，价钱也不贵，现在一片一片的装反而更贵啊！这就是什么？产品经过包装跟修饰之后呢，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啦。各位有去过日本都知道嘛，会产生购买欲，不是因为盒子里面那个东西那个食品而是外在的精美包装啊，吸引了你啊。所以鬼斧神工的技术的确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哦。对，一块从矿区采回来的钻石，本来样子很粗糙啊，没有光泽也不透光啊，形状也不规则啊，最后在人类巧夺天工的这个匠心独运之下呢，变成价值连城的钻石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人为的后天人为的力量的确是神奇的。任何一样普通的东西，包括商品也好、理念、政策或动机，只需要经过一轮的包装之后，改头换面一番就能变得色彩鲜艳、耀眼夺目轻易的能够迷惑人心渐渐的，人们都忘记了它本来的真面目。那为了持续它的吸引力呢，甚至还设法掩饰它的真相。从此，人们只会迷恋它的表象，而忽略了它的本质造成以假乱真、认贼为父。那返璞归真，就是比喻洗尽铅华而回归淳朴的境界，也就是抹去表面的假象，恢复本来的真面目。想要有赤子之心，也是要这样子做一样的道理人生道理也是如此就好比是本来是一个习气深重的凡夫，经过修炼之后呢，习气烦恼逐渐的去除，形象气质逐渐的提升，而获得众人的爱戴跟尊敬就好像老的时候面相非常的庄严，越老越庄严。这个也是过程经过很多的修炼才有可能嘛那中间所经历的这个逆境、挫折、考验、磨练等等，这个就是跟成为钻石跟玉石一样，需要经过雕琢跟修饰的过程，才有可能呈现这样改变体质而脱胎换骨人也是这样的道理赤子之心也是一样这样的道理赤子之心的启发就跟金子出土一样，黄金从矿产地挖出来的时候，它会掺杂的很多杂质嘛，从泥土里面拿出来的那这些杂质会让黄金呢变得很脆弱，所以各位都知道，在提炼黄金之前，必须将黄金加热来去除它的杂质那黄金就会
变得很柔软啊，可以制成各种的饰品，没有杂质嘛，啊，就跟刚刚讲的做成的钻石跟玉器一样啊。那这个杂质，佛法上叫做五盖啦，佛陀是这样的形容，5种附在金子上面的杂质叫做五盖，盖在上面啊，就是清净本性显现之前的5种的杂质跟障碍。这5种障碍跟杂质就是什么？贪嗔昏沉掉举疑。贪嗔昏沉掉举，这个掉举就是心不定，叫做掉举了。那这5种杂质跟障碍，很容易让我们的心灵呢产生什么？嗔恨、愤怒、烦恼、埋怨、忧愁、恐惧、抗拒、厌恶、怀疑、嫉妒等等。因此，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杂质慢慢的去除的话呢，清净本性跟赤子之心就会像加热过的金子一样啊，呈现出金子本来的特性一样啊。那我们以钻石、玉石跟金子来做譬喻，相信大家都容易听得懂啊。有些人呢，一生当中都在官场打滚啊，劝人保有一颗赤子之心，这是难能可贵哦。但大部分的人在严肃的工作环境中待久了呢，自然也会不苟言笑，而精神紧绷，压力沉重，造成很难有赤子之心啊。如果这个是一家之主的话，那肯定他的家庭气氛是轻松不起来，家庭的情境要吉祥和乐也会很困难。上个月我去一个警察总部对员警演讲啊，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员警身心健康的照护。很多企业团体或警察单位经常会举办这种在职训练的课程啊，相信也都是请了很多有名的专家学者或者讲师去演讲啊。其实这个也变成他们上班的一部分了，就好像一般的公司有在职训练，差不多意思的。那有些人会珍惜这种学习的机会，有些则是被迫上课，也不想上课，但是不行，不上又不行，所以上课听道理也听得很多了。然而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啊，变成上课是一种自视的工作啊，所以成效很有限啊。这个就跟闻法或听法一样的道理。我在金舍做早课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会去观察旁边一起做早课的同修们啊，我就发现呢，虽然有些同修很精进，每天都不缺席的，准时来参加早课闻法，但是坐在那边听经，手上没有拿着笔记本来做笔记。那我就在想，早上精神这么好，上人开示字字珠玑，听到精彩或对机之处呢，也体会深刻哦，因为头脑很清醒啊。但是如果没有马上把它记下来，会很容易忘记，因为清醒的时候都没有记下来，不清醒怎么可能记得起来？对不对？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扼腕的经验的，一直想不起来，也没有记起来啊。那这样每天的文法就变成一种例行公事了，看似精进，实则效果有限。其实这也是学佛不能进步的原因之一啊。就如同这些警察在听演讲啊，虽然有机会常常听专题讲座，但是听过之后，对自己的心智有多少实质的帮助呢？这个要打个很大的问号。也好像我们常常在听近似语好话，左耳进右耳出，但没有经过心中的体会啊，这样好话背得滚瓜烂熟，也倒背如流，也只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或说起话来惊天动地，做起事来有气无力。警察在工作中面临很大的精神紧绷跟压力，这个我们可想而知的。尤其他们平常的工作是要面对一些作奸犯科的坏人，或者偷渡走私的歹徒啊，随时都会让自己的生命处在危险跟危机之中加上呢，勤务要排班，晚上回到家孩子已经睡觉，早上出门的时候孩子还没有起床，或孩子早上一早去上课，我们还在睡觉这样的生活久了，
精神不紧绷或压力不大，那都很难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啊，生活跟工作已经很忙，压力也很大，精神就不能够再紧绷了。那演讲跟讲课听得很多，道理都懂，也希望能够这样，但就是做不到。工作跟压力，精神紧绷还是没完没了啊。其实2小时的演讲是很长哎，那天我们讲了2小时哎，因此我就一直用生活上的例子跟笑话来放松他们嘛。然而你讲感动的故事呢，他是无动于衷；你讲笑话，他笑不出来。从头到尾呢，都是一种表情，叫做同一面。这也是值得我们渐进学习跟借鉴修行哦。其实不止警察这样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啊，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醒悟啊。不是你跟听众讲如何解脱烦恼，如何解脱生死啊，他们就马上懂得如何解脱了。学习也好，学佛也好，学功夫也好，没办法一步登天的，也没办法立竿见影的，也没有捷径跟速成班的了。必须按部就班，日积月累才能看到成效，而且还要有方法。佛法讲的苦集灭道，这个道就是讲方法啦。所以那天我去演讲的时候，我就先从生活化的人间法切入，讲一些平常的故事，跟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的社会事件啊，甚至讲一些笑话。他们有些人也是很用心听哦。有些人甚至还会拿个笔记簿在那边做笔记哦，但是心灵跟精神上的冰封是长期以来的工作情境所造成的，不是听一场演讲就可以改变的。其实不是警察，一般人也是一样啊，长期以来没有因缘接触善法，而让自己很难启发真性情，也就是很难启发赤子之心了。必须戴着假面具，甚至必须武装自己，才会让自己有安全感所以要靠一场演讲去改变一个人或一群人呢，谈何容易啊！正言上人也是讲了很多很简单的道理啊，我们也是听不懂啊，听得懂也不一定做得到啊。何况上人要讲更深的佛理呢？是吗？一些大师们对我们教诲了几十年，我们改变了多少？何况是一般的人？那天演讲过后呢，他们的总队长跟我说，今天还算不错啦，没有人睡觉了。过去这种例行性的上课，很多人都在睡觉。这个就跟以前我去几所大学教那个慈济人文课一样像政治大学啦、辅仁大学啦、民传大学、德林学院这几间大学都有慈济人文课的学分，学生可以选修慈济人文课啦。虽然选修的学生有些是对人文课有兴趣，但毕竟学分对他是很重要的，这种学分比较好修啊。因此上课的时候呢，你一边讲，有些学生也是一边睡他的觉啊。主要就是这种课的学分比较好修啦。不过也不是全部学生都这样，有些学生是真正想要学习人文不但课堂上课，还参加志工活动也是有这个跟我们对志工或会众演讲时那一种气氛跟情境是大不相同，因为听者的属性跟根基是截然不同你跟志工或会众演讲时呢，你只要讲一个笑话，马上就是哄堂大笑，因为他会自动来听你讲，就是有心又有缘更重要的是有兴趣，不是工作上不得不来听课的，不是为了学分来听课的，所以这个性质跟根基是不太一样的。那天演讲过后呢，也有我们的志工很纳闷的问我说：“你所讲的内容跟主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呢。”我跟他说：“我讲的这么生活化，这么轻松，也讲了一些笑话，他们都笑不出来。讲更严肃的、更深的道理，那他们不是更沉重吗？演讲内容不是文不对题而是旁敲侧击腰酸背痛不是直接从腰跟背去下手，
而是从脚底去按摩刺激穴位。你讲的道理人家听不懂，或音响很差听不清楚，他就不如睡觉吧，至少还可以养精蓄锐啊，是吗？那有些人因为工作性质跟个性的关系本来就是严肃不苟言笑的但是如果一句励志好话，很善巧很对机，打动了他的心弦，因此而打开了他冰封已久的内心世界，那这可是启发赤子之心的一大事因缘哦。不过也不容易，老实讲啦。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播下善的种子，至于种子何时萌芽，那就尽人事听天命的，看每个人自己的造化了啦。以前正言上人还会开讲《法华经》的时候，那时候是讲法譬如水就有人质疑的说：“哎，你们持续都没有在讲佛法，没有在讲经说法。”其实这种质疑很容易回答的。经师语提醒我们口说好话如口吐莲花，口说坏话如口吐毒蛇。这么简单，我们做得到吗？跟我们讲生气是短暂的发疯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简单不简单？做得到吗？跟我们讲批评别人之前要想想自己是否完美无缺这也是都听得懂不难懂做得到吗？很难，不是吗？其实近似语每一句都很简单，也很容易懂，这么简单都做不到，还要讲什么经经文更深更不容易懂听懂的都做不到，听不懂的更别讲了，不是吗？后来正言上人开始讲《法华经》了，那这些质疑不讲经的人，他也不来听经了。那质疑不讲经的是你，不来听经的也是你，不你是不是来乱的后啦，对不对？法譬如水，水味虽一，但诸草木却受润不同这是在比喻什么？众生根基不一啦，所以色受深浅跟顿悟大小各有不同也就是说，警察有警察的根基啦，学生有学生的根基啦，会众有会众的根基啦，志工有志工的根基啦，跟一般学佛者或志工不尽相同啦，都彼此不太一样，所以才说要观机斗教，因材施教嘛，对不对？对佛法有兴趣的志工们，或对身心灵成长有兴趣的会众大德，他们因为有心也有缘因此这个频率比较相近，比较容易以心应心而产生共鸣所以笑点很低，很容易因为听到一句智慧法语而触动心灵，产生喜悦，也很容易听到一个笑话而很自然的开怀大笑。其实这个现象就代表这个人正在返璞归真，正在显现他的赤子之心，正在显现他的佛性因一场分享或一场演讲而有所启发，我们就要化感动为行动就像一辆车子一样引擎启动之后，接下来就要踏油门这样车子才会前进否则引擎启动，车子油门不踏，还是原地踏步，道理是一样分享或演讲不是吃一帖药就能够看到药效，更何况有些人是有抗药性，对正法排斥或不信因果，那就更困难了。其实有时候不是补药没效，而是自己虚不受补，因为补药是补强不补弱嘛，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嘛，对有些人体质不好，身体虚弱，连人参也不能吃补药也不能吃所以如果要避免虚不受补就要先调养好自己的体质。有一次在一个研习营的这个双向交流环节里面，有人发问听说慈济四神汤很补，可是为什么我们服了都没有效呢？问这句话，我回答他们说就因为四神汤很补，所以服用者必须先确保自己身体体质也很好，这样才不会虚不受补。因为补药是补强不补弱胃肠或体质不好的人，即使吃的再补也不会受补，这是大家生活中都有个常识嘛。
因此，有些医生才会建议病人先把体质调养好，才进行补身的计划。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叫做慈济四神汤；和心和气、互爱协力，这个叫做慈济四物汤啦，是修心养性的大补帖啦。如果要让这一帖补药吃的受用啊，就要自己先做好体质培养的保健工作。体质不好的人，再怎么进补也是白费功夫，因为生病的人需要吃药，而不是吃补，道理在此嘛。一旦发现四神汤或四物汤不见效，就必须赶紧进行健胃整肠的保健工作。这种调整体质的保健良方呢，叫做什么？听话、规矩、尊重这三个。寿命要长，事业要顺，身体要好，家庭要幸福，只有一个秘诀，很简单，自己必须是一个听话的人呐。对学佛者来讲，依教奉行，全权福音，也不会刚愎自用，我行我素，这样就是听话、规矩、尊重的修为跟涵养啊。一个懂得听话、规矩、尊重的领众者或领导者都好，就会自动凝聚一群也是同样懂得听话、规矩、尊重的追随者。同理，一个不听话、不规矩、不尊重的领众者，也是会带领一群不懂得听话、不懂得规矩、不懂得尊重的追随者啦。这个叫做物以类聚啦。所以要人家尊重或让人家见得起欢喜心呢，就要培养良好的形象跟气质，那就是人格。佛家称此为德行。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意思就是说，让人家尊重，要让人家尊重，就要自己先学会庄重啊。言行不失戒规，就是自重啊。懂得自重的君子，才会散发出良好的形象跟威仪啊。这就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德风嘛。一般的高僧大德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涵养啊，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啊。有一次呢，正言上人向弟子们呢随机开示说道啊：“你们要问我怎么做，只要看我怎么对我的师父，你们就应该知道要怎么做了。”这句话也是言简意赅了哈。一言以蔽之，就是什么？以身试教，做给你看。前面刚刚讲的钻石在还没有琢磨之前，本来是毫不起眼的，然而经过用心切割跟打磨之后呢，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改变了它本来的面貌，成为光芒闪耀、令人喜爱夺目的钻石了啊。那返璞归真的璞也是一样啊，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石头啊，经过被发现，然后加以琢磨，千雕万琢，摇身一变而成为美丽夺目的玉器呀。人也是这样的道理呀，要回归清净的本性，或找回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过程中就要经得起千锤百炼，才有可能的炼铁成钢嘛，也要经得起千雕万琢，才有可能琢玉成器啊。杂念有效去除了，习气有效清除了，过程下足功夫，只要去无存精或返璞归真，就可以指日以待了。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佛心赤子心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恩。